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30岁杨紫撞上33岁程毅，新剧各看4集，一个想气，一个追上瘾。古装剧领域的神仙打架场面，终于是在7月下旬拉开了帷幕。此次对撞的2家演员，缘分可以说是不浅的。杨紫与程毅曾经均是一家公司的艺人，两人虽年龄相差并不大，但在演艺圈的发展速度却是两般的。杨紫童星成名后不温不火多年，靠《香蜜》与《亲爱的》实现偶像剧2连爆，坐拥良好路人缘，成为90后中口碑与成绩的代表。程毅出道初期资源平平无奇，明明是科班出身的演员，却籍籍无名多年。直到加入欢瑞，有了参演琉璃的机会，才借助那仙侠黑马闯了出来。走红时间是晚了点，好在后期发力十足，这3年来佳作不断。与杨紫携手描绘的《沉香如屑》更是有剧王之称。严旦与应渊的旷世绝恋，引领新的仙偶风尚。如今杨紫出走老东家，程毅成为公司力捧，两人顶峰相见。这新剧各看了4集，有的徘徊在弃剧的边缘了，有的则是越瞧上瘾了。莲花楼男1号状态降级，案件画面感足却难以沉浸，打戏4不像。作为暑期档到目前为止唯一上线的大制作悬疑剧，莲花楼在开播之前靠着题材独特的红利吃到了不少关注，连央视都预备令其先往后台，走上新路线了。然而成片一放，开局打到9分钟的激烈武打，没瞧出那种拳到肉的真过招真功夫，反倒是透着科技的狠活，痕迹明显的吊威亚，一用再用的慢动作，2个人只是拿着把剑就能把大船都给划劈叉了，这船的质量未免也差了吧。打戏拉垮，探案戏码也劣势暴露。剧组的确做到了氛围感上的诡异。二小姐被发现时的尸身，滴血剧成的血缸，皮影戏所做出的假象机关等等，均有国风惊悚的味道。然而画面感足了，推理环节便没有很强的推进逻辑感。全程靠着李莲花这位大神讲解，观众也难沉浸着一起思考。在仙侠剧中扮第一美男的程毅，此次全是青年郎中，离开了墨皮美颜、木偶纹、黑眼圈，皮肤上的坑洼遮挡不住。33岁的他开始染上岁月的痕迹，列比优明显，开播后便大片弃剧之声。长相思首集略微俗套，小妖成史上最惨女主，清水镇营造感强。同样是首集不算精彩，长相思为了铺垫男女主之间的情谊，光是讲他俩小时候的点滴就花费了将近1集的时间，为了凸显出他俩的惨。先是男主爸死了，妈殉情了，后是婆婆走了，女主娘回不来了。男女主分别，一别就是300年。开局是略显俗套了的，好在从第2集开始把重心放在清水镇后，剧情就精彩了起来。原以为小妖是玛丽苏集合体，不想她却是悲戚底色的。虽然有高贵的出身，可她被囚禁在脏笼中30年，逃下玉山后，连自己的容貌都记不清长什么样。颠沛流离摆在，化名为文小六做了一个医师，为人族小弟娶亲之时努力，不惜冒险进入9头香柳的地盘，结果被狠狠抽了几10下鞭子，后背是血肉模糊的。身体上的痛，他已经被折磨得有些麻木了。他不会怨恨，顶多是生气，想着以牙还牙，哪天也要香柳尝尝自己的毒药。可心灵上的空落才是致命的。他顶着压力将河边的叫花子带了回来，给他洗衣做饭，为他疗愈伤口，好不容易等他能够下地走路了。原是想让他离开的，可他一句想留下来做仆人，让心善的文小六再次动容。
他本以为化名为叶17的涂山璟是真心待他的，然而当他需要他时，他却因为害怕与神族的人相见而提前离开了。文小六回头没看见他，才痛恨自己为何要下意识地依赖别人。杨子隐男人，虎背熊腰不说，这吃饭岔开腿，嘴巴鼓鼓嚷嚷的，俨然是个乡野村夫模样。女明星的保养之好，总归是比男明星要上心得多。就算是演男的，30岁的杨子看起来也是个少年郎的年纪。